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今天我们将探讨合约交易的基础知识以及它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这是一个让无数人心跳加速的话题——合约交易和一夜暴富的秘密。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数字时代，金融市场的波动不仅让人望而生畏，更是无数人实现财富自由的潜在途径。那么合约交易呢？这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方式，正是通往梦想的高速通道。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踏入这一场惊险而激动人心的财富之旅，探索合约交易的无限可能。在开始之前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Web3 的领域。除了撸空头及参与各种项目的空头活动以获取免费的加密货币或代币的人群，还有一部分人专注于合约交易，以下是 Web3 领域中主要参与其类的交易者。首先是第一类人群，也就是我这个频道正在做的事情啊。那么相信一直关注我频道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撸空头的人，那么也称为空头猎人。其实更为确切的说法就是黑奴。我们这些人呢，专注于寻找并参与各种区块链项目的空头活动，目的是获取免费的代币，通过这些代币兑换成为平台的治理币，然后再换取相对应的稳定币，比如说 USDT 或者是 ETH。那么也不是就是我们通常会在多个平台上跟踪空头的资讯啊，那么并且按照要求完成任务才能获取相对应的奖励。同时的话，撸空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学习的赛道。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想要进军 Web3， 这就是你的第一赛道，而且没有之一，这一定是你第一优选的赛道，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没有成本的事情先去博取一下，了解一下具体的项目方式在做些什么，包括 Web3 整个圈子的一种情况。那包括一直观看我视频的这些观众老爷的话，相信你在撸空头这个赛道上呢，也多多少少能了解到 Web3 整体的一个社群现在目前是什么样子。这里的话去穿插一下有关知识啊。那么如果您是币圈的新人，或者是正准备在撸空头赛道上大展拳脚的小白，你还没有注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交易所，一个是币安，一个是 OKX。一旦注册之后，将对你以后的加密世界畅通无阻的话，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头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那么第二类人的话，就是合约交易者，也正是我们本次课件的主题啊。这些参与者使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交易所，比如说 Uniswap 或者是SushiSwap。那么这个的话是早先的版本啊，或者是中心化的交易所，如币安啊、Coinbase 啊、OKX 等做这种合约交易啊。那么他们通常利用杠杆和衍生品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交易。同时还有一批人叫做 DeFi 的用户，这些用户根据利用中心化去金融的这些 DeFi 啊，比如说平台，然后使用平台来进行交易、借贷、质押等操作，然后从中赚取收益。那么合约交易的话，算是在众多的人群当中的话，应该是重中之重了。第三类的人群的话是开发者和技术人员。那么这一对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人士才可以去参与的了。那么区块链开发者他们负责开发和维护区块链的网络，那么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的应用 DApps。安全专家呢，则专注于审计智能合约和区块链的网络，然后以确保其安全性，防止黑客的攻击和漏洞的利用。那么这是第三类人群。第四类的话是投机者和投资者。无论是长期短期都是投机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会称之为机会主义的分子。长期投机者他们可能是通过购买持有加密货币，然后希望长期获得到这样一个增值的收益啊。那么短期的投机者就会频繁的买卖加密货币，利用市场的波动赚取短期的利润。下一个的话是 NFT 和游戏玩家 NFT 收藏者。那这些人在购买、收藏和交易非同质化代币 NFT， 然后有一些可能也会参与到元宇宙和区块链的游戏当中。区块链游戏玩家的话，这个我们会比较熟，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承担到这样一个角色。但是相比较于区块链游戏玩家的话， NFT 的这一个收藏者的热度是明显要下去很多了，已经不再像是之前的无良猿的那样一个热度了啊，已经远远不能相比了。大家越来越不太能认可 NFT 了当然也可能是我片面之词啊，因为我确实没有涉及到
有关于 NFT 收藏者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再下一个的话是社区的建设者和影响者，这个的话就是一系列的 C 叉群体了。那么他们是负责在社交媒体和区块链社区中推广项目的，提供具体的教育内容，然后并且带动社区的一个参与。最后一个的话应该是矿工和验证者。那么矿工的话是基于工作量证明 POW 的区块链，比如比特币上，那我们之前有熟悉过的那么在一开始下载的时候是要有一个 1TB 的硬盘的时候，那我们不是通过这种挖矿来获取相对应的区块奖励嘛？然后验证者在基于权益证明 POS 的区块链上，比如说以太坊的 2.0 上，然后通过质押代币并验证，然后交易，然后获取相对应的奖励。Web3 整体的生态系统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领域，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和兴趣的参与者。那么合约交易者和撸空头只是其中的2类，每一类参与者在这个新兴的去中心化互联网中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贡献度。那今天的课题的话是什么是合约交易？那这里的话有个基本的概念，合约交易它是一种金属衍生工具，允许交易者在不实际持有资产的情况下，通过买卖合约来赚取相对应的利润。那今天的话我们即将开始正题了，讨论一下保证金、杠杆、开仓和平仓以及爆仓等基本概念，请各位观众也注意听那其实很有意思后面的这些环节。那我们先从这个爆仓开始讲起币圈出现一个词叫爆仓，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出现爆仓呢？爆仓出现的原因其实主要在于加杠杆，如果不加杠杆的话是不会爆仓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爆仓、杠杆、做多和做空，让大家了解一下金钱游戏是多么的有趣。我们现在聊聊杠杆了。什么是杠杆？打个比方，比特币5万美金一个，你花5万美金买了一个比特币，这就是普通的交易。但是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杠杆交易，你依然是买一个比特币，这次你只需要出金 10%，5000美金我替你出剩下的90%，这就是所谓的10倍杠杆交易。当我替你出的这45000并不是白送的，是借给你的，你之后呢是必须要还给我的。如果比特币涨到5500，55000是涨了 10%， 你卖掉我还我45000之后，你还余1万美金，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你5000的本金直接翻了1倍。如果比特币跌到45000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剩下的价值只够我还你借的钱，虽然跌幅只有 10%， 但是在10倍杠杆之下，你自己的5000相当于血本无归。这个时候你确定你的价格会涨回来，你不卖继续挺着行不行？肯定不行的。你自己的钱可以挺着，我借你的钱为什么要挺呢？我借你的钱凭什么跟你一起挺着？万一涨不回来，你拿什么来还我？所以我有权帮你把币卖掉，然后把我的45000直接拿走。如果卖的慢了，比特币跌到44000的话，那你还要倒贴我1000美元，那这1000呢就是债务，是你必须要还的，这就是所谓的爆仓。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爆仓，你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补仓，就是往你的账户当中再充值5000。这个时候现金加上比特币的价值又超过了45000，那我就放心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做多，什么是做空。了解这2个概念的话，金钱游戏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很多人只做过股票交易，我国的股票交易不仅有 T+1， 有涨跌停限制，而且大部分人是没有加过杠杆的，也没有体验过融券做空。但是在商品期货中，以及比特币这一种可以买涨买跌的，买涨就是做多，那其实就跟股票一样，如果你价格涨 10% 的话呢，你就赚 10%， 涨 100%， 当然赚 100%， 跌 10% 的话，那么就亏对应的 10%。但是买跌就等于是做空，完全反着来的。如果价格跌 10%， 反而你会赚 10%， 价格涨 10%， 反而你会亏 10%。加杠杆可以让收益更高，但是收益和风险也是成正比的。假设我们加一个10倍的杠杆，那么它上下幅度的话是 10%， 但实际上你的上下幅度是 100%。那么10倍杠杆做多之后，就是价格涨 10%， 你就赚了 100%。那么相对应的，如果价格跌 10% 的话，你就赔光了所有的本金，甚至是因为加了杠杆，如果价格跌了 20%， 本金清零的基础上，还需要再贴1倍的本金出来。那这个杠杆交易的规则就是，本金清零之后，交易所就会开始根据你账户和其他现金都扣的差不多了，然后还有继续亏的趋势，就会强制平仓。这个时候不仅你参与交易的钱没有了，
账户当中没有参与交易的现金也会被清理，这就是所谓的爆仓。那这个时候有人会想，那我不把钱放到账户里不就行了，他就扣不了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人性着力，当看到行情好的时候，人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疯狂的想要赚取更多的钱。很多散户和庄家的核心区别真的不是资金，而是信息。国内正规的券商、期货，甚至大智慧、同花顺这些交易的软件由于受到监管，实际上是不能全面收集散户的数据的，甚至至少要收集的话，也不能明目张胆的使用。那如果是被未监管的黑平台，按着散户爆仓的红线上下打价格，已经算比较保守了。更黑心的平台的话，它会收集散户的止盈止损的数据，看着止盈止损打价格，甚至这样连不上杠杆，或者杠杆较小的保守投资者也会被算计。那么对于许多成熟的交易者来说，为了防止自己在睡梦中交易的标的价格波动过大，导致自己爆仓或者产生更大的亏损，都会预先设置止损。交易所只有在投资者账户现金全部亏空的情况下，才会强制平仓。而如果想提前平仓的话，比如说亏 5% 或者 10% 就想要平仓，防止亏损扩大，那么就需要自己主动设置止损点。止盈止损其实就是交易软件中的一个设置，到达设定的价格就会自动执行或者买入或者是卖出的这样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除了散户自己交易软件和平台也是能看得到的。软件平台和庄家联合选择了一个交易最不活跃的时间段，那么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越不活跃，参与交易的人就越少，越容易低成本的价格控制。软件和平台有你的止损的数据，甚至还能帮你统计出你一般会亏多少。庄家呢就可以按照你止损的这样一个线然后来操控实际的价格，当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而是针对一群人。这个时候只需要挑一个月黑风高的夜，然后交易所联合几个有实力的庄家，准备好大量的资金，就可以打爆所有人。那为啥非得是月黑风高夜呢？因为大半夜的话，投资者都睡觉了，你睡觉了还怎么能发现补仓呢？半夜几个庄家直接疯狂做多，抬高价格，抬到 5.5 万，那这个时候已经有些满仓，账户没有现金的做空投资者10倍杠杆直接就踩线了。那这个时候投资者本人可能还在睡觉，根本不可能来得及补仓，他就会被爆仓抢平。那么这个实际上用不了多少钱，因为大部分人的话都在睡觉，需要很少的钱就能够推高价格，后续空头抢平会自动形成新的买入单，那么相当于是帮庄家继续抬高的价格。这里可能会有一些难以理解我再讲的详细点。做空的空头玩家，他的收益点其实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实现盈利。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讲做空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当有人杠杆做空时，如果价格下跌，那么就会出现爆仓，所持的仓就会被用来强制平仓。随着价格上涨，会继续打爆一些留有资产的少量投资者。那么杠杆只有9倍或者8倍的投资者，最终庄家只需要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一路上扫过去，滚雪球打爆这一些8倍、9倍甚至7倍更保守的投资者。那么有价格的话5万可能会打到 7.5 万刀。那爆仓的钱去哪里了呢？庄家假设也是10倍的杠杆，5万打到 7.5 万平仓，那么纯利的话是可以说赚了4倍，而且更牛的是庄家打完了空头是可以来回多打的。庄家由于现在还可以疯狂做空抛压，然后抛货来压相对应的价格，那么由于5万到 7.5 万都是庄家打上来的，这个时候会有跟风盘，虽然不会特别大，杠杆交易做空也能赚钱，那么 7.5 万抛空再砸回5万，难度不会大，然后再加大资金，从上面的操作反向再来一遍，从5万砸到 2.5 万，那5万这个时候做多了5倍杠杆以上的又全部爆仓了，这个时候庄家买入平仓，所有的交易都是真实的，只是庄家持有的资金量是比散户大的太多，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实现一波精准的狙击了。那么散户无论做多做空都会爆仓，庄家反而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很有就非常现实的一个金钱游戏。总的来说的话，合约交易还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方式。那么像我们这种初学者的话，应该谨慎入市，先进行一下模拟盘的交易。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模拟盘交易在哪里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下 OKX。那这里的话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行登录这里的话返回到当前的这样主页面，然后选择自己的登录方式，请注意它是交易所的钱包，不是你的 Web3 钱包。那这个时候要去注意一下划分。登录完成之后的话，选择到交易的板块当中有一个模拟交易，这里的话我们会有实际的资金那么这个资金是虚拟的
它是有5000的 USDT 以及是一整个的 BTC， 那么所有的这种交易的虚拟货币都是可以进行到这里的购买的。我们可以在这方向上去体验一下如何做空，或者如何拉杠杆，如何去爆仓。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所有都是根据模拟进行交易的，所以请不要实际操盘，不要在一开始尚未去不太懂的情况下就去做这种实盘交易了，保护自己的资金安全。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有关于合约交易的基础知识。这里再次说明一下，合约交易的话，它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活动。在这支影片结束之后呢，我们后期会出一期影片，是可以通过一些策略和方法来规避潜在的风险。那么通过以下的方法，合约交易者可以更加有效的管理和规避潜在的风险，提高交易的成功率和长期的稳定性。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那如果你觉得我本期这支影片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还请高抬贵手，一键3连，点赞加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动力。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